大家好，我是美国工薪族猫咪苏 z 的妈妈，一个住在新泽西、工作在纽约，每天想着努力一点应该会变好的，结果常常一努力就会翻车的那种人。我以前一直都觉得 Airbnb 短租最难的部分应该是客人、清洁、定价这些吧，没想到真正把我打垮的，竟然是一件我完全想不到、小到我当时甚至不太在意的小事。更没想到的是，这一件小事最后迫使我改掉了全部计划，甚至让我直接怀疑我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做短租房。到底是小到什么程度呢？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影响？今天我就一次把我做爱彼迎短租的整个经历都讲给你听。首先，我为什么会踏入 Airbnb 短租？说实话，我本来根本没有想过要做 Airbnb 的。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租霸，我做过另一个详细讲那个租霸的视频，频道老观众呢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那个租客呢，他将近2、3年一直没有交房租，我替他付的水电煤气等费用。临走之前呢，他用斧头把我的房子内外全部砸坏，所以加上借款、修缮房子的利息等费用，最后我总共花掉了将近20万美元贷款出来的钱。这些钱呢，多数都不是现金，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刷信用卡、刷信用卡再刷信用卡，还有就是跟银行借高息贷款。法庭后来赶走了那个租霸，那个房子修好之后呢，我就根本不敢再次出租了。那个房子空了很久，我每个月呢都要写电子邮件给我的房贷银行，告诉房贷银行，这个月我又要晚交房贷，请先拜托千万不要上报给 credit bureaus，损坏我的信用。直到某一天呢，我的房地产经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可以试一试看做 Airbnb 短租，风险其实要比长租更低。”那我就反问他：“你说风险低是为什么？”他说：“在新泽西还有包括其他某些州呢，如果短租的租客不付租金的话，我是可以用家具所有权把对方婉转的请出去。”警察呢会陪同我进去我的短租房，把我所有的家具允许我全部搬走，包括床、沙发、桌子，甚至短租房装修时我才特意装上的地毯呐、窗帘呐，只要我愿意拆，家里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全部搬走。通通都可以拆走搬走，对方没有床的话，自然就不会长期赖着不走。毕竟短租租霸的目的是来免费享受的，而不是自己掏钱替房主买家具。而且呢，这个过程是合法的，是由当地的警察合法的陪护着我进去取走家具。那我当时听到就很震惊，原来还有这么操作的。所以我是被逼着进入 Airbnb 短租这个副业的，不是因为我想成为什么短租专家，而是因为当时我已经被长租的租客吓破了胆。为了提高短租的胜率呢，我那时是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做好。所以我把所有的信用卡额度能刷的全部都刷爆了，水管、电力全部都重新做、重新修，装了 Smart Lock 电子锁、视频门铃、摄像在合法位置装了摄像头，装了 Noise Detector 噪音监控器，选了一些比较耐用的家具，也不是特别便宜的那种，还有瓷砖修补、换新门窗、铺新地板、新地毯等等等等，做了好多，所有的电器全部都是买的新的。然后呢，还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大概花了200-300美金，我记不清了啊，来拍摄的当时室内外的发 Airbnb 短租的广告的照片，总共花了2万多美元。那其中很多都是刷信用卡，特别是买家具什么的。现在再回头看，我那不是投资，而是冲动加一腔孤勇。然后呢，为了提升我的房源的竞争力，我还订阅了 AirDNA，年费很贵的哦，好像都不能按月付，不允许按月付，必须按年付。然后还有 PriceLabs，这个是月付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短租分析的 App，还有短租管理的一些应用程序，这些加起来每个月也都不便宜。但那时候我就一直想，可能这是东山再起的开始，必须要舍得花钱，舍得投资。结果就是，嗯，一切呢刚开始看起来都很顺利，直到那天晚上，Airbnb 房源广告上架才2天呢，我就收到了第一个预订。我真的是超级感动的，觉得自己终于开始交好运了。第一位租客呢，是一个华裔的租客，不是中国人，但是是个华人或者是亚洲人。第一位租客入住的当天呢，我做的很认真，
我发了详细的入住指南给他，我的2个手机号全部发给他，给了他2个智能锁的密码，包括外面底下大门的密码，还有租客他自己的公寓的密码。那我广告和入住的指南，广告本身入住指南也全部都有强调，这是一个多家庭的 house 住宅 multi-family。他住的呢将是位于2楼的三室一厅一卫的独立的单元，独立的一个家庭。结果呢，那天深夜我的手机就响了，那我也是有预备的，但是却不是这个短租租客给我打的电话，而是一楼的住在一楼的我的住在这个 house 一楼的我的另一位的长租的租客发来的消息。他说你的短租的 Airbnb 租客刚刚来敲我家门，都大半夜了。他说他以为整个 house 全部都是他租下的。那我当时就愣住了，我明明写的超级清楚，他只住2楼这一层啊。后来听说呢，他可能是来自加州啊，或者其他就是只有一家庭住宅，普遍 single family house 这样一个州。那么看到纽约州附近这种3、4层的大房子，就至少2层，多的话3、4层的这种大房子呢，他就以为整个 house 就全部是他的短租房来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想，就完蛋了，这个误会会不会出事啊？但是这个短租租客住进去之后的3、4周，他完全没有跟我抱怨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联系过我，发消息给我过。我就以为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他也就接受这个事实了。但结果呢，就这一件小事，误以为整栋都是他租下的，最后就直接毁掉了我整个的 Airbnb 的短租的准备和计划。他在退房以后呢，给我留下了一个一星差评，总共是5星，并且要求我全额退款给他。虽然最后呢我没有答应退款，Airbnb 也没有逼我说必须要退款给他，但是我作为一个 Airbnb 的新的 host，立即收到了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差评。我之后呢也有多次向 Airbnb 申诉，删除这条对我很不公平的差评，但是都没有结果。他这条评语就写到，如果可以给我0分，他肯定会给我的房子0分。他说我的租房广告完全是在误导客人，让人以为是租到一整栋房子，但是结果就是不能用地下室，不能用阁楼，不能上楼，不能下楼，连后院也是共用的连那个入口外面他们的入口也是公用进出的入口，那么连这个停车位它也只能用其中的固定的一个而已。他还在评语里写我家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比如就是某某街和某某街之间的十字路口，然后我家旁边还有一个叫某某名字的某某餐厅。大家知道美国的 Airbnb 短租的潜规则对吧？就是一个新租房的广告的 listing 只有一条评论，如果那条评论还是个一星差评的话，基本上你整个广告的 listing 就已经死掉了，被判了极刑，打入了18层地狱了。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件原本看似小事，其实有可能是毁掉一切的。差评上去以后呢，我的 Airbnb 短租房之后半年几乎没有人预定，只是偶尔的假期周末才会被预定1、2天。我把租金价格从原价一路砍到几乎腰斩，依然没有人要租，甚至都没有租客要来咨询我的。我每次点开手机看到零预定，后来直接不看了，反正就真的没什么预定。所以我心里就想，嗯，这将是我人生最勇敢的尝试，但最失败的副业吗？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每天研究各种短租视频，看论坛，加入短租群组，试图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直到有一天，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美国人 Airbnb 的博主说，如果客人的评论写到你房源的大概的位置，这个是违反 Airbnb 的隐私政策的。我立刻想到那个客人写了我家附近的餐厅名字和我的街道的2条街道的位置，于是我就立即用这个理由呢跟 Airbnb 申诉。1周后，我收到了电子邮件 Airbnb 的，说恭喜你 ，Airbnb 已经删除了这条评价。删除原因呢是 Airbnb 认为这条情绪性的评论对于其他未来潜在的租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意义。我当时是直接泪目的，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我的短租房已经空置大半年，多次申诉删除差评无果，心已经太累了。差评被删以后，我的短租广告的 listing 立即就活过来了，价格呢涨回原价，后来还根据市场的情况略微的调整有所上涨，预定也几乎是天天爆满，连续多条好评，所有之后入住的租客基本全部都给我好评5星，我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就变成了 super host。
看似我也开始有点好运气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已经撑不下去了。这大半年来，我很不开心，我也有那么一点点担心，花了那么多钱买短租的家具，还有装修短租房，但是我不敢告诉身边任何人，怕被笑话。我这一次再次创业又翻车了，我也害怕再遇到一次某一个客人的差评，害怕再经历大半年的空租期，害怕再被这种看似小事打垮。所以，在我成为 Airbnb 超级房东的第二天，我就选择关掉了 Airbnb 的短租房广告，转做了中租 （medium term rental）。既然家具呢已经买好了，二手家具卖掉也完全不值钱，当时我也只能考虑转做中租。中租最有名的美国网站是叫 Furnished Finder，出租1到6个月呢就是叫做中租，平均每位租客的实际租期大约是3个月左右。然后中租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查对方的信用分数，可以选择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租客，比如 travel nurse 旅行的护士，比如公费出差的一些专业人士。也因此呢，他们不会把房子搞得太乱，或者是开 party 什么的。但是跟长租相比，中租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比如所有的 utility bill，水电煤气费的账单都是由屋主来付，费用高的一些深度的清洁工作就是更频繁，因为住的久屋子就会更脏。那么两个租客之间的常常会空租1个月以上，因为这些护士他们是工作性质的嘛，所以他们都会提前很久来找房子。这个之间我就是空置很长的一个 vacancy，所以家具消耗呢也就会更快一些。呃，然后做了大概2、3轮中租以后，我算了一圈账，我发觉中租比长租其实多赚不了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如长租。所以最后我只能直接放弃做中租，把家具都送给了我后来的新的长租的租客。我告诉我自己，至少我试过了，我努力过了。很多华人新移民朋友也都有想尝试 Airbnb 短租副业的梦想，起码呢，我已经亲身试过，也就圆梦没有遗憾了。这次失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就是很多人做 Airbnb 都很成功。在美国，不论是华人呢，还是美国本土人，我身边认识的很多人，甚至有人成为了全职的二房东，根本不需要自己买任何房子，只需要买家具和转租分租其他房东已有的房源，收入比我稳定太多了。还有一些短租的host 呢，他即使不能赚到盆满钵满，但多数都是有足够的正现金流，支持他们，让他们能持续做很多年，一直能够做到今天，都还在做着短租。Airbnb 本身没有任何错误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倒霉，只是对我来说，我的心脏还不够强大。我也承认我不是最适合做短租的那种很有耐心的人。但是至少呢，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比赚钱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解压方式和工作方式。比如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office 的工作的束缚，我一毕业就选择开网约车，收入低，压力小，我很满足，所以我很开心。也许坚持下去，短租呢，也许真能有一天让我致富，可是我会很不开心，我会每天都担心再次踩到石头。所以我的方式，现在和以后可能都不会是 Airbnb 短租。如果你正在犹豫是否要做海外短租，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吓你，不是为了劝你放弃，只是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美东短租 host 的经历。Airbnb 短租对有些人来说是翻身创业的好机会，对我来说呢，是一个让我成长了很多的副业的尝试。即使报完所得税，最后一算做了1年中租短租是绝对亏损，现金流是巨额的负数，但是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因为人生嘛，没有亲自试过，怎么知道适不适合？如果你喜欢我这种想努力变好但常常翻车的美国工薪族的真实故事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明明以为该会顺利，结果却被小事打乱的副业？你有尝试或者已经在做 Airbnb 短租房了吗？我们下次见了。